水里真舒服，我最爱泡澡了。大家好，我是侏儒河马。虽然体型比河马小很多，但是习性其实跟河马是差不多的。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作是河马的宝宝哦。我们动物园园区有2种河马，一种是大河马，一个是侏儒河马。其实你可以去仔细观察一下大河马跟侏儒河马，其实它们2个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哦。比如说小河马，你可以看到它的身上的汗液的颜色跟大河马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小河马的汗液呢，它是白色的。那个我们园区的大河马，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哦，非常不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体型上它们也有很大的差异哦。我们的侏儒河马呢，它的体型是比较小型的，然后呢，大河马的体型非常大哦，有时候它的体重是好几百公斤哦。那再来就是说，它们的食量也不一样哦，小河马跟大河马吃的东西也都不一样。这些很多东西呢，其实你都可以透过近距离的观察呢，去发现，其实野生动物其实很多地方都还蛮有趣的。除了体型的差异，其实仔细观察，侏儒河马的眼睛在头的2侧，不像河马长在头顶那么突出，而头型也比较圆较短，而它们的肤色也不相同，还有侏儒河马的脚蹼也略为明显哦。我们的侏儒河马有2只，然后一只叫做秋吉，一只叫做春元。那我们之前在做医疗或者是其他观察的时候，可以发现，其实秋吉跟春元都是非常的害羞，然后也非常的胆小。那像以他们2只来比较起来的话，其实秋吉会比春元比较再胆小一点。秋吉就是比如说遇到一些小声音啊，或者是一些不一样的人走来走去，发现它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比较害怕，不敢靠近。但是春元就比较没有那么严重。Hello， 大家好，我是秋吉，是一只又帅又可爱的侏儒河马。大家都说我胆小，其实才不是这样呢，因为我的个性比较谨慎啦。然后相反的很奇怪哦，你在园区看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在展示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哦。秋吉反而喜欢在橱窗前面呢去跟民众做互动，然后会主动的靠近民众，然后让你们很近距离的去观察到一个河马的整个轮廓以及特征。但是春元就比较不一样，他反而不喜欢跟民众互动，这是很奇怪的地方。我温柔可爱，娇小玲珑，春元就是我本人啦。面对大家的时候，我比较害羞，喜欢自己一个人游泳晒日光浴。但有时候我也是很勇敢大方的哦。那通常我们在做医疗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像秋吉啊，如果说像比如说他的脚受伤，然后我们想要帮他喷药，这时候我们就会用一些方式把他引过来，不然我们就会喷不到药。那我会请我们的保育员呢，拿那个他最喜欢吃的红萝卜，把它靠过来。可是，一开始呢，他会靠过来，就是让你喷。可是，当你喷到药的时候，它会有刺激性的时候，它就会吓到，它就会跑掉了。然后，相对的，春元就不一样。春元就算你把它喷到，它会刺激，可是之后你再慢慢的再把它引过来，它还是会再过来。但是2个物种同样的物种，但是会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是非常很值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动物园观察。其实动物观察里面，你也可以发现每一种一样的物种，它会有不同个体上的差异。就是透过观察呢，你们可以发现不一样的乐趣。那如果来我们这边的话呢，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呢，就不要拍打玻璃，然后也不要用闪光灯去吓到他们，因为闪光灯对他们眼睛来讲是对于非常严重的伤害。来自于非洲西部象牙海岸、赖比瑞亚等地区的侏儒河马，虽然也喜欢泡水，但比较多的时间是在雨林中漫步觅食，而不像河马那样，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泡在水里。侏儒河马是来自于非洲西部，那然后它的体型会比较小一点。像侏儒河马比较偏向于在沼泽地、森林里面，跟大河马不一样，它从
很久之前的演化过来的，因为要适应它的所栖息的环境，所以它演化成小的侏儒河马跟大河马的环境不一样啊，所以它会自己也演化成一个支系，变成比较特殊、比较小一点的，来适应这个环境。为了适应环境，侏儒河马身上的肤色也慢慢演变成深咖啡，并带点光泽，方便隐藏在雨林中。而且它们还是游泳高手，最久可以潜在水里长达3分钟。侏儒河马平常是都在陆地上的，什么时候会跑到水里面呢？非常重要原因，第一个，它为了躲避天敌。侏儒河马很小，而且又没有什么攻击能力。它的天敌有狮子、老虎、豹、鳄鱼，所以它一定要躲到水里面。第二呢，它为了带小孩子训练它游泳，也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它，就不至于再受那些动物的影响。侏儒河马它们是素食主义的，所以他们在野外当然是采集树叶，可以吃的树叶或根茎叶，野外的野生的芋头啦，番薯啊，因为觉得比较根茎类比较嫩的地方来进行采食。园区的所有动物的食物啊，是经过中央厨房，我们有个类似的中央厨房的仓库来进行调配，然后调配完之后，我们的保育员会把食物放在车上，然后分别送到各区，然后开始配送。侏儒河马都是到晚上才会出来觅食，主要会吃雨林中低矮的蕨类、阔叶植物和掉落的水果，一天至少要花上6小时来觅食。但在园区里有专人照顾，生活和饮食都不成问题哦。其实我们野生动物它要给予它的，就是必须要食物多样性这样子，就是食物要很丰富，要很多样。对，那你不能给它只是单一种食物，对，这样可能会导致它营养不良。以侏儒河马来说的话，其实它的食性它主要还是以就是比较偏草食性为主。野外它可能会摄取到一些像地上的落叶，或是其他比较像草食性，它可以摄取到的一些树叶等等之类的。在侏儒河马的调配食物上，我们就是会相对的可能会帮它补充一些像蔬菜，比如说像高丽菜或者是像胡萝卜。在杂粮的部分也会给它一些就是炖种料跟木薯粒，就是让它的营养就是比较均衡。因为保育员其实是实质上是跟他们非常就是亲近的，对，那他们需要什么，其实保育员都会跟我们反映，那我们就是带给他们，请他们去喂食。园区把他们照顾得这么好，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挑食呢？或是有没有特别喜欢吃的食物呢？夏季的时候会有缺那个高丽菜的时候。会缺少的时候会用那个大白菜来代替高丽菜啊。高丽菜的时候反而是春园是最喜欢吃的啊，那个秋吉就比较不喜欢吃，所以那时候我就会给春园多一点的那个大白菜啊，秋吉就少一点，是这样。我特别要为你们介绍就是一种东西，然后就是这叫做盐砖，这是专门给草食兽补充矿物质的一项物品，它不是拿来盖房子用的，它是专门就是让它就是可以补充矿物质的。那像我们在饲养草食兽的时候呢，因为它比如说像山羌，然后或者是像波尔羊之类的这些草食兽，那我们有可能就是如果保育员有需要的话，那我们也会提供盐砖给他们。那相对的，那就是侏儒河马就是也不例外，因为它其实有一定的重量，所以就是我们可能提供给保育员，那保育员会去斟酌说，要把它放置在哪个位置，然后让动物去直接自己去舔食、去摄取这样子。怎么样？我的水中芭蕾跳得不错吧？咦？春园好像也要出来了，我要赶快去跟他打招呼喽。大家好，我是春园，最喜欢泡完水后去做日光浴了。奇怪，怎么都没有看到人群？是不是我们太早起床了呢？那有没有看到那个这只秋吉的屁股？它在干嘛？它就是隔着那个木栅，然后它在看着旁边的另外一只
那个春园。那为什么它会看着它？因为一只公一只母，它们会互相吸引。那我们的秋吉跟春园呢，其实他们感情非常的好哈。那我们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发现其实秋吉很喜欢跟春园在一起，然后春园对它也没有排斥。所以当动物的个体两个，我们在观察之后呢，发现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冲突，甚至于很喜欢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考虑让它并群。并群就是，其实每个动物物种它有可能来自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它有可能是从嘉义，或是从花莲来，或是从台北或从高雄来。那不同地方的动物呢，它们其实彼此都不太熟悉对方，那也不知道他们彼此能不能接受对方。所以我们在让他们在一起之前呢，我们就会有先做并群的讨论，然后以及观察，然后来评估说呢，他们适不适合在一起。对，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没有在一个隔离的设施下面呢，如果没有吵架、没有打架之类的，然后也没有互相不理对方啊、不想相处啊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考虑让他们在一起。每次只要隔着栅栏，我都觉得离春园好远哦。医生阿姨，我们的感情已经很好了啦，可以不要一直隔着这个栏杆对望吗？那目前呢，因为我们动物园的设施呢还在准备中，所以暂时呢还没有办法让他们就是还能在一起。那等到我们的设施完善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准备去做并群的动作。侏儒河马虽然比大河马小很多，但还是有威胁性。当它们需要进行医疗行为时，兽医师又该如何处理呢？通常呢，它在我们园区里面呢，我们需要面临的健康检查呢，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因为他们在做麻醉的时候比较麻烦，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从几个地方去着手，先目眼，就是先观测它的健康上有没有初步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看看它的体表有没有外伤，然后我们就会来评估它的状况是不是需要打针吃药或者是喷药。然后再来呢，就是你可以再从它的粪便里面去看看它，或者是食物上饮食的状况来看看说它有没有正常。比如说它今天精神不好啦，不想动啦，或者是排便里面有问题，比如说大便很软啊，或者是都是水样的大便。像这样子的问题呢，我们就会请我们的保育员呢采集它的粪便，来让我们做一下粪便的检查，看看里面有没有虫卵、寄生虫，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那因为侏儒河马他们常常在水里面就是活动嘛，那通常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些比较污染的细菌或者是一些不好的物质，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请我们的保育员会在食物里面添加一些益生菌，帮助它胃肠的正常的蠕动以及作用，然后减少它的一些就是增加它对环境还有对于食物的细菌的抵抗力，然后让它的胃肠蠕动比较正常。那我们的保育员有说，就是它如果添加乳酸菌之后，它的大便就会非常的漂亮。侏儒河马身上一粒一粒的汗珠，是不是表示它们的汗腺发达？还是因为天气太热，所以在流汗呢？河马的体表会分泌一种很像水珠状的东西，那个就是人家说它会在流汗，其实它那个不是它的汗，那个严格来讲呢，它是河马它的体表分泌的一种可以保护它皮肤的东西。像我们在做医疗的时候呢，在检查的时候，有时候可以靠近它，然后我们有机会可以摸到它的皮肤呢，可以发现它的皮肤摸起来有点滑滑的，那你就可以知道它其实是黏液一样的东西附着在它的皮肤表面。那为什么它会有这个东西呢？就是因为河马它本身的皮肤呢，它如果说长期在户外的时候呢，它就容易会产生干裂。就像我们人如果常常在一个很干燥的地方啊，我们也是皮肤会容易裂开。就是河马它保护它自己皮肤的机制呢，就是它会分泌这样的物质，然后来保护它，让它长期间如果在岸上的时候呢，不会被就是弄到太干，然后就是皮肤会裂开，然后受伤流血。
尿尿的时候非常的可爱哈，因为他们会其实我们保育员很困扰的地方就是他们常常会在内舍乱大便乱尿尿。那他们在尿尿跟大便的时候是很好笑的哦，他们会一边就是甩尾巴。当你看到他在甩尾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已经开始准备要大便跟尿尿，然后他会一边甩一边尿，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墙壁上呢都会是看到他的便便跟尿尿。其实他这个也是有一种领域性的行为，在代表说这个地方就是他的地方这样。那个秋吉公的哈，它比较活泼，它比较调皮。它每次哈在内舍还是展场的时候，在大便的时候都喷了墙壁啊、地板喷了一大堆。可是那个春园的话就比较淑女，它都会大便在那个水里面，比较好清理。所以哈，他们两个的差异真的是差很多。所以哈，这也是让我很辛苦、很头痛。每次要进去春园里面的清的时候，我就好轻松。可是到那个秋季的时候，我都头都很大了。哇，这个可能要清得很久，又很辛苦。可是一定要清得很干净，他们晚上进来的时候还比较舒服，比较快乐这样。除了清理内舍，让侏儒河马有干净的地方休息之外，户外展场也是会定时清洁的哦。一个礼拜我们有2次的清洁那个展示场的水池，其中一次我们会彻底的把那个玻璃洗干净。首先我们在洗水池的时候要注意它的那个每个阶梯，因为阶梯的时候都有青苔。青苔的话是为什么青苔？因为青苔的话就是太阳照射产生的青苔，青苔会造成那个动物会滑倒，所以青苔是一定要洗干净的。第二，我们再要把玻璃各个的角落，还有卡那个它的粪便的脏的草渣，还有水痕都要洗干净的时候，游客的观赏的就没有那个死角。侏儒河马它就会跟游客更清楚的互动。对呀，你们看，水池清洁完之后，展场的玻璃是不是变得超级干净？这样我在水中曼妙的芭蕾舞姿，才能让大家清楚的看见，一饱眼福。好的，应观众要求，就来跳一支舞让大家欣赏。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春年秋吉是我们园区的镇店之宝，为什么呢？因为这2只非常的可爱，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设施是属于陆地上跟水中都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尤其是秋吉，跟民众互动性最高。小朋友如果来这边看它，你只要跟它挥挥手，它会就在玻璃里面，在学狗爬式那跟你打招呼。那所以欢迎各位小朋友来这边寿山动物园来看这2只可爱的侏儒河马。我们很乐意跟大家拍照，但也要遵守规则，这样我们才不会受伤哦。看动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不要敲打玻璃，不要喂食，不要用闪光灯照动物。寿山动物有很多的可爱的动物，比方说我们这边的侏儒河马、白老虎、大象阿狸的饲养员阿里巴巴，明年就要退休了，所以真的需要你们大家来寿山动物园看这些可爱的动物们。另外提醒一下小朋友，不要在家里玩3C，第一个会伤害眼睛，真的是对眼睛不太好。多亲近大自然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谢谢大家，我们后会有期，拜拜。